你们安国的药，无论是万毒解，还是什么根、什么丹之类的，真的很有用。是更始的沙溪部的贡品。李同光既然和出家联姻，出国公自然会给他最好的。这么说来，其实你那个徒弟也没那么坏。想哭就哭吧，我帮你看着，没人会发现。不用了。那就把这个喝了。我不想喝酒。知道，孙朗刚熬的桂圆红枣汤，补血的。益气养颜，小娘子喝了，对皮肤也好。我不想在他面前哭，我怕他会担心。我知道，我也是。可是昨晚，只有你一个人眼睛没有红。我就是这性子。人生在世，喝过最好的酒，看过最漂亮的女人，打过最痛快的仗，交过最仗义的兄弟，这辈子也值了。要是老宁这次真的没挺过来，我也打那么一葫芦酒送给他。反正过几年森罗殿那边还得再见面。你倒是想得开。我希望你和老宁也想得开。你们拧巴那么久了，我在旁边看着也没法劝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持和感受。就像你们劝我，要是逼我成亲，我是死都不愿意。但是你不用劝我。你以为我会说什么？看在宁头那么可怜的份上，千万不要离开他。想什么呢？我担心的是你。你昨晚的样子我都看见了，舍了半身血去救他。没他在身边，真正受不了的人是你。听我说完。我知道你们两个人都很强，但不代表强者就不配害怕，不配被呵护。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，每个男人也都是一棵树。茫茫人海中，能找到一个互相支撑的人，多不容易啊！你有一个值得你舍命相护的人，那还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呢？我说你不用劝我，是因为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啊？谢谢。你去哪儿啊？派人盯着安国人那边，这帮黑衣人的路数太过诡异，李通广场，你们也得查。你放心，孙郎已经带人过去了。那就好。还有驿馆，也都派人盯着，以免黑衣人晚上再来。河县里面也得好好查查。我就不信这帮黑衣人是平白无故长出来的。还有，去金沙楼，到金媚娘那儿打听一下。金沙楼那边13哥已经给过信儿了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如果是正事的话，相信金媚娘不会为难他的。
我有点累了，扶我躺下。好。快歇着吧，好好休息。走。进来吧。站了很久了吧？你陪我躺一会儿吧。我有话其实我，这回让我先说，好不好？好。其实这话我早就想说了，但奈何昨天没什么力气。这一次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。我明明身边有这么好的你，却不懂得珍惜。明明我们已经经历过生死了，我还因为一个李同光，因为一些琐事，跟你闹别扭，闹了这么久。是啊，我以前只发现你眼睛小，谁知道直起错来，心眼也这么小。我以后不会了。这一次，我看到你为了救我，那么不顾一切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只要我能醒过来，我就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。这不全是你的问题，也怪我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。不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错了。如意，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想仗剑天涯也好，想找一个热闹的地方住下也好，总之，我不会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你了。我也会听听你的想法，尊重你的选择，尊重你每一个决定。可你不早就厌倦尘世，想要归隐山林吗？我厌倦的事儿多了呢，我还厌倦老钱那张死人脸，厌倦了13那张碎嘴，还有袁路那么调皮，但他们不还是我兄弟吗？我们把这档子事儿结束以后，我们先在中原流浪一段时间，逛一逛，然后去给你家娘娘上坟，也可以去金沙楼找金媚娘喝酒。如果你想着哥几个了，我就带你去宫里
看看前兆会要怎么样，再搭救一下因为赌钱被罚做工的于13，再去看看我们的小原路，他又发明了什么新玩意儿，再顺便给孙朗戴2只帽。对了，阿爷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成亲了，咱俩再帮他教训教训他那个驸马。好，要是你倦了，我也陪你找个小岛待一阵子。我研习剑法，你一桥更渡。闲了再杀只鸡，捕条鱼，给我养身子，如何？好。但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我有点冷。你把血都给我，你的2人呢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主上，好冷。这是中仆，给他用最好的药。是。查得如何？才查了几具尸体，武器和衣饰上都没有任何痕迹，这帮人肯定是有备而来。但看阵法，确实是朱一卫。尸首在哪儿？那边。侯爷，最先向我们进攻的几个女子，她们的尸首在哪儿？女子尸首都在这儿。是朱一卫没错，师傅跟我说过，朱一卫的女子若是没有完成任务，就要受重罚，最常在这里下手，所以他们这里的骨头比常人的都歪一些。难道是因为您上次将他们赶出河县，他们怀恨报复？我不管是因为什么，带人去把朱一卫最近的2个坟墓砸了，再告诉邓辉，3日之内若是不给解释，我直接禀报圣上。您怀疑是邓指挥使干的，可他向来只视圣上为尊，您和他也没有私仇。他没有，他手下左使陈轨就未必了。这1年他跟河东王总是眉来眼去，再加上在我心里，朱一卫左使只有我师父一个人，所以不可能。怎么回事？是吴国使团的人，他们今天早上就派人来查验尸体，属下还未来得及禀报。是北盘？怎么可能？这是北盘人挖的密道。我小时候听大人说过，北盘曾与中原多有摩擦，可他们不是在苦寒的北地吗？没错，北盘虽世居北地，却一直居心叵测。60余年前，先朝列地不惜战死，终于战胜了北盘部落，但先朝也因此兵力大损，分崩离析。之后，便有了如今天下9分的格局。50年前，安、吴、楚3国国主定下盟约，修筑可镇100里的天门关，并各出3000兵力镇守天门关全境，守卫中原安宁。后来楚国战败，圣上又败给了安定，天门关
这才被列入安国本土。也许是2个月前的大战，才令北盘部落再次有了可乘之机。你看，他们左右两边第5颗牙全部都磨尖了。还有，你看这个，我孙朗最为熟悉各种走兽的毛发，这种毛是典型北盘特有黑兽身上的毛。给我，侯爷。朱一卫里怎么会有北盘人？是啊，怎么会有北盘人出现呢？抹尖齿牙，还有昨天刀枪不入的软鳞甲。吴谦，末将在。点兵，即刻随我去天门关探查。是。不必了。我们宁大人已查明此事，他让我带话给侯爷。若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便去左家岭土地庙旁岩洞口一见。这是干什么？北盘人来了，我没空陪你们瞎折腾。 2个月来，和县宫发生了6起劫掠事件，2个村庄30余户人家受难，但你们安国官员却以山匪盗换草草结案。张景侯，这些你可知晓？你是说这些事和北盘人有关？但是和县守将吴谦说，此前根本没有发现北盘人的踪迹。那儿。 是我们跟着黑衣人回树林之后找到的这个密道。别看它洞口狭小，里面却长约数10里，直通天门关外。长约数10里？难道北盘人已经蓄谋已久？没错，像这样的密道，没有几年是无法完成的。近几年安吴2国大战不断，你们安国国主又从天门关调走了不少兵力。 这才让北盘人有机可乘，修建了此条密道。和县村民第一次受难，是在2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北盘人打通密道应该就在那时。趁着2国交战，北盘人每回只敢稍作打探。 然后顺势抢掠一番，杀光村民，便匆匆而归。正是如此，他们难得出动了近100人，但恰巧去的那个村子，钱粮和牲口所剩不多，所以离开之时必定心中庆幸。但更巧的是，他们经过树林要回山洞的时候，发现了和朱一卫火并之后2败俱伤的你。你车马精良，衣饰华贵，连婢女都是满头珠翠。 这样现成的好果子，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也就是这个时候，6道堂赶到增援，北盘人想退，但是不能暴露密道所在，所以只能跟我们殊死搏斗。没错。张景侯，此事关乎安吴2国百姓之安危，我已经飞鸽传书给吴都告知了情况，还请你回禀贵国国主。 让他务必要加强天门关与密道的防守。好，北盘之事我必会尽全力，但是我担心奏章根本到不了圣上面前，就会被朱一卫截获。我更担心的是，圣上他一心只想抢掠他国，不会增防者。这些年他一直都说北盘人不会来，所以我想请你们使团尽快跟我出发，日夜兼程赶回安都。虽然这次北盘和朱一卫偷袭也许是巧合，但是。 朱一卫居心叵测，以防万一，我们要尽快赶回安都。此外，我要求在面圣之时，你们6道堂要再三强调，你们已经查明，北盘意欲再次汇聚南疆，攻破天门关。好的嘛，帮了他那么多，坏人还是让我们来当。好，我替殿下答应你，2个时辰之后便可出发。 头儿，你这身子刚好，日夜兼程赶路，你受得了吗？
本侯爷有伤在身，事关北盘宁大人还如此娇贵，少说点闲话吧。北盘人只怕图谋不小，否则也不会挖密道。何况我还有郡主照顾，自然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哎呦，生气喽！这小子吧，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聊起正事来，那股痴狂劲儿就没有了。而且陈超也说了，在安国文武百官当中，就属他对北盘的事最为上心。当然，他要是敢在这种大事上犯糊涂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但只要看到我跟你举止亲密，他又开始阴阳怪气了。这是病，得治。你可真是长辈的口气啊！你是他师父，我自然是他师长，当然是他长辈了。你这副阴阳怪气的腔调，跟他也是旗鼓相当。我说我是他师长，你承认了？你当然可以做他长辈啊，这样也不枉费他用更始丹救你半条命的恩情。什么狗屎的呀？不是，他救我半条命？这，哎，我怎么救我的？不是我身体还没好呢，哎，回来扶我。下官听说了，这六道堂的宁远州好生厉害，没几下子就切断了北盘人的后路，还将炸毁密道之事散布给了河县的大小官员，说都是侯爷的功劳。不过是些成人之美的手段，以为这样就能让本侯对他听之任之，简直笑话。有些人啊，有求于人的时候就我呀我的，这才一会儿又变成本侯了。我说的是谁呀？谁呀？我说的是谁呀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侯爷，急什么？等到了安都，自有让他们求我的时候。吹！宁大人，谢谢。属下有事禀报。怎么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5、4、3、2、1。走。一击致命，自愧不如。你们别太过火了，这少年人面子薄，闹起脾气来，影响我们完成任务。随便，要恨早恨上，不差这回。哎，侯爷，琉璃伤势过重，大夫说不宜轻易移动，属下便自作主张，让他留在了河县。知道了，告诉我们的人加快速度，让吴国人没有谈笑之机。是，出发。走，走。饭来喽！头，这医馆居然有刚熬好的鸡汤，你这服了1旬千计的解药，来，好好补一补。好。
问张宗的人拿到解药了？我和13哥亲自去拿的。他们听说宁头大杀四方的英勇事迹，一句废话没说，立马就给了，就是抱怨了几句，说之前服从那个张松、赵季是无奈之举，今后对您一定唯命是从。来，美人儿，吃鸡腿。谢谢。来， 13哥，这给你。不知道加个鸡翅啊？嘿嘿嘿。等一下，这汤你不能喝。哎呀，我试过了，没毒。没毒也能害人。这汤里有虾汁，虾是发物，会让伤口愈合变慢。这丸子是兔肉做的，一寒一热，极易腹泻。李同光，肯定是他。他疯了吗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我猜有可能是，今天在老宁和美人那儿受的刺激太多了，一击致命，要下猛了。这混账小子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你别去了，我去吧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。嗯。 这汤你们喝没事儿，快点喝吧。谁？吓到你了？这多日不练，手生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刚才你送的那些鸡汤和肉丸，味道确实不错。你就是这么感谢你的救命恩人的吗？我相信你也知道，我的武功远远在你之上，想要杀你简直易如反掌。 所以你那些食物相克的把戏，都是小孩子的玩意儿。那你干嘛不直接杀了我，还说这么一大堆废话？我今天过来呢，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李同光，你这么多年苦心钻营，步步为营。 无非是想终结安帝的暴政，只可惜你抱负不小，本事却平平。只要你跟我六道堂联手，你就不用再去讨好那位初贵妃，出卖自己了。初贵妃的事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六道堂堂主。 自然知晓六道之事。尽管吴国在天门关战败，但安国分堂依旧得利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刚才说了，我来跟你做交易。 你是不是认为，这回若能及时回到安都面圣，拉我们作证，安帝就会警醒，增防北盘后还会赏你？少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你在危言耸听？当然不是了，只怕你大祸临头了，还不自知呢。我才不会相信你。 你爱信不信？你太年轻又太孤傲，心里
却只有6份城符。你以为满朝文武里面，难道找不出一个能看出你其实不满安帝的明眼大臣？只是呢，安帝总压着你，他们才没觉得你能激起什么风浪。可如今形势变了，你都已经封侯了，北盘之事又立了一功。你想想，2位皇子和极恨你的人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否认这次军情，说我和你们吴国暗中勾结，冒功图金。他们不会那么傻，毕竟北盘之事，有河县大小官员都在作证呢。我想他们一定会白白送你一段前程。我6道堂收到消息，你们安帝收到我们10万两黄金以后，本想讨伐楚国是吧？你不是刚立了大功吗？不是刚刚封侯吗？那他们就会推举你做这个伐楚的先锋。且不说你本不想再起战火，当你发现你的兵都是安吴大战里剩的老弱病残，粮草都是劣质的，你觉得你赢楚国有多少胜算？万一你首战大败，他们再告你弑弟不忠，安帝会饶你？少吓唬我！这些事情我会事先令手下详查，根本不会发生。你为官这么多年，可有什么朋友吗？除了那个叫朱茵的，你确信你的下属敢得罪皇子，会对你唯命是从吗？我和出国公府已有婚约，出国公不会不管。可我怎么听说这金明县主好像不太满意你这个夫爵啊？而且安国贵女嫁二夫之事也是常有的。安帝生性好战，那2位皇子也绝非良善之辈。每一次不是战功的背后，都是百姓累累的尸骨。李同光，我早知你一直反对安帝再起征战，所以我才决定助你一臂之力。殿下还请镇定，是宁头特意让我们带你来听这段的，就是想让你更清楚安国朝中的局势。勾心斗角这种事儿，您可以不会，但必须得知道。如果你不事先出个章程，我不会考虑和你合作。章程自然有。第一，称病，你就说遇刺之后，为了赶回安都，连夜奔波，这样文武百官就不会让你在短时间之内去出征，而且安帝也会让朱一卫给你一个交代。第二，之前你同时得罪了2位皇子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投靠2皇子。只要2位皇子起了内斗，你便有喘息之机。这第三，与出国公府联姻之时，要放下身段，多去结交，这样，在朝臣里你才会渐渐有朋友。而且还要去讨好金明县主，毕竟这出国公爱女如命，就算为了将来的外孙，也会好好扶持你。安帝已经年近50，一直未立太子，但只要我们6道堂出手，2位皇子为了夺嫡之事闹得两败俱伤，那个时候，就是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最好时机。恕我直言，都是为了扶持那位尚在襁褓的3皇子，跟我合作，要比跟那个后宫的妃子合作好得多。你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盼我掌权之后，帮你们早日赢回你们吴地。
答对了。赏你的。不过呢，我还得再加一条。从今以后，不许在明里暗里和我们作对，而且要离郡主远一点，不许再有任何歪心思。你开这条件，你是在故意为难我？我就是故意为难你。看着嫉妒你的人不得不向你低头，又委屈又为难的样子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事儿吗？长庆侯、江山、美人，选一个。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。行了，今天晚上没跟你白聊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好考虑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和楚贵妃没有私情，我跟她只是合作关系。对天发誓，这些你不用跟我解释。郡主知道吗？他知不知道与你何干？那就别告诉他。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和他无关，但我不想他误会。即使我知道他只是长得像师傅，那我也不想再看到他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我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在看什么？看你长得好看啊。我家如意果然眉目如画，英姿飒爽，难怪那小子对你念念不忘。你这是又吃醋了，还是谈得不顺利啊？我没吃什么醋，我是醋坛子啊，总吃醋。他在我眼里呢，就是一个小孩子，虽然性格有些逆反，但是多教训几顿，应该就会听话了。你还真是一副长辈的口吻。说真的，虽然我讨厌他，但是他这些年念你、想你的情，都是真的。少年人的爱慕最是疯狂，最是刻骨铭心，我还多多少少有点羡慕他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对他越绝情，就是越对他好。明天我们还得赶路呢，早点睡吧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在我屋睡，你回你屋睡。你刚才不是在这等我吗？我现在回来了，你可以回去睡了，早点休息。原来宁堂主也有语无伦次、被冒冷汗的时候啊！被冒冷汗，对我服了万毒解，7日之内内力尽失。我刚才吓唬李同光的时候，一直被冒冷汗呢。
还真是。不过以后有我在，不管你还有没有武功，只要我想护你，就一定能护住你。那小生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，还请姑娘多多联系。没问题啊。夜黑风高，别无外人。哎，公子不如……不是，我伤还没痊愈呢，等我伤好。我逗你呢。安国这位国主素来颇有野心。根据六道堂和金沙楼的请资，安吴大战之后，如今更有南征楚国之心。如果到了安国之后，进宫见安定时，他不让你带侍卫，你该如何应对？这第一件事是务必要见到圣上，确认御驾安危。